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各位同学，每天晚上10:30，理查老师会进行直播课。如果你想学习中文的朋友，欢迎你来到脸书还有 YouTube，跟我一起学习中文。好。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新 HSK 7到9。那今天呢，本来梅老师要来上课，但是梅老师跟我说他要去医院，他要做 check up， 他要做检查，所以今天他没有办法来跟我们一起上课。今天就理查老师一个人教你们这个新 HSK 7到9，那今天梅老师就不会来了哦。好，那跟各位打招呼。第一位是裴静，好，裴静晚上好。裴静是老师的小土豆，好，谢谢裴静。阿能明格拉巴，还有春娇好。宋平 Sawadee Krap 是老师的小土豆，宋平。还有嘉欣你好，丹旭你好，还有各位同学看得到我吗？哦，网络又回来了。刚刚网络有一点卡卡的哦。好 ，Ben 棒同学你好哦。还有 Kate 你好，还有这个小虾鸡你好。好，苹果也是老师的小土豆。好，还有米磊说老师我已经按赞咯。好，那其他同学，请你现在呢帮理查老师按赞，不要忘记了。每天呢上直播课的时候，一定要帮老师按赞。好，老师按赞了没有？帮老师按赞哦，这里点下去哦，帮老师按赞。好，还有 Malik 你好，还有我们的娟娟来了。好，娟娟你好 ，Namaste。好，安蕊是老师的小土豆 ，Bonjour。还有脸书的朋友是谁呢？我看一下哦。好，脸书的朋友也欢迎你们到 YouTube 来，因为来到 YouTube。理查老师比较看得到你们的 ID 比较看得到你们的 ID。哇，我还是看不懂你的名字。好，晚上好啊，这个语言我看不懂。好，立新好，立新是老师的小土豆。好，文子你好，还有 Gigi， 嘿 Gigi， 还有 Teresa， 好，谢谢 Teresa 帮老师这个Teresa 给老师的是那个 Portugal， 是葡萄牙文的字幕，对不对？好，谢谢 Teresa 给老师葡萄牙文的字幕。老师晚上上了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小说，一个 micro novel， 一个微小说啊，是那个黄娜的故事。各位同学喜欢这种微小说吗？如果喜欢的话，请帮老师按赞，然后帮老师 comment 哦，在那个在那个黄娜的故事那个视频下面帮老师 comment 好不好？说老师，我很喜欢这种微小说，我很喜欢这种故事。那如果你觉得老师念得太慢了，你也可以告诉老师说，老师你念得太慢了，或者是哪里觉得老师你可以多加一些 questions， 老师你可以多加一些不同的东西，你们都可以告诉老师哦。好，还有脸书的朋友是谁？我们的 Balel 来自孟加拉国的朋友，Assalamualaikum。还有素父来了哦，素父你好，老师的这个什么都很美丽。阿能说那个声音有一点鼻音。好，阿能我们就不说鼻子的声音了，我们就说鼻音。说话有一点鼻音，可能就是要感冒了哦。有人说话会有 nasal sound， 就是鼻音，那可能就是有时候可能快感冒了。快感冒了就是有鼻音，
快感冒了哦。好，这个就是鼻音，声音有一点 nasal sound， 鼻音哦。好的，我看看还有谁。宋平也按赞了，谢谢宋平哦。Sicon 好 ，Sicon 晚上好。好，谢谢 Teresa 哦 ，Teresa 也是老师的小土豆，谢谢 Teresa 帮老师 translate 那个葡萄牙文 Portuguese。好 ，Sophie 也按赞了，谢谢 Sophie。老师的学生都是很美丽的，Yes 好，我们的 Lily 你好 ，Pierre 你好，还有这位同学是Susilawati Lin 你好。好，佩佩猪说下课后会看我的新影片。好，要谢谢佩佩猪，佩佩猪帮老师看英文，老师的英文是佩佩猪帮我看的，好，谢谢佩佩猪。还有我们的傅明眼你好，好 ，OK， 宋角来啦，明个啦吧，宋角你好 ，Sally 你好，还有尤文泰你好。春娇说：“我看了很喜欢，真的吗？”春娇，好，那各位同学，你们如果喜欢，一定要 comment， 让老师知道哦。你们要让老师知道你们很喜欢这种微小说，那老师下次就多做一点这种微小说。那如果都没有人喜欢，老师下次就不做了，因为做这种视频是很花时间的。做这个视频很花时间，所以你们要喜欢老师才做哦，你们不喜欢老师就不做了哦。好 ，C 控也按赞了，好，谢谢。好，这位是谁说喜欢的？哦，对，这个我不会念你的名字耶，哦，好，谢谢你。啊 ，Dana 你好 ，Dana，Watching 来了哦，还有这个，我想上您的网课。你可以来我这边呢，上老师的 live 好不好？你可以来束缚，你就来上我的 live 吧。哦，好 ，Sophia 说，我喜欢你小说的视频，完美。好，谢谢 Sophia。静慧说，今天一个人吗？是的，因为今天梅老师要去医院哦，梅老师告诉我说他要去医院，可能要检查身体，所以他今天不能来。哦，今天老师来上 HSK。好。还有 Sally 好 ，Sally 说我很喜欢，好，谢谢 Sally 哦。惠美好，惠美来了啊 ，Blair 你好 ，Priscilla 嘿 Priscilla， 好，老师多休息，好好休息，多喝水。好的，谢谢宋平哦。Hello Fanny 来了 ，Fanny 你好 ，Fanny 是 Apakaba 哦，十全十美 ，Good。继续说我很喜欢，好，谢谢。那各位同学，你们如果喜欢老师的微小说，请你们 comment 在那个视频在那个微小说的视频下面 comment， 然后告诉老师你的意见，或者你想要帮老师做subtitle 也可以哦。好 ，OK， 好，那么还有Yusuke 来了，Yusuke 好，还有永祥你好，宋角同学。宋角同学，老师的新视频已经上去了，你可以看一下哦。娟娟说老师要好好照顾自己，好不好？好的，老师会好好照顾自己的哦，谢谢。好，那么我们来上课吧。今天老师有点累哦，所以说话有一点不太顺，说话有点那么没有 fluent，because I'm so tired。OK， 那我们开始上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新 HSK 7到9级高级词汇 Advanced Vocabulary。那我们今天学习3个词汇，第一个叫颁布，颁布，颁布；第二个叫做颁发，颁发。好，要跟老师念一次哦，颁发。第三个，颁奖，颁奖，颁奖。好，这3个词汇很像，对不对？不过它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就来学习这3个词汇，看起来非常像，但是呢，意思不太一样。你们一定要记得，这3个词汇都很重要哦。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词汇，叫做颁布。好，颁布，颁布的意思就是正式宣布，正式 officially 宣布 declare announce， 正式宣布就是颁布的意思。是 officially announce or officially declare， 这个就是颁布 to issue to enact。 好，那各位同学，颁布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一般都会接法律或者是这个叫条文、法律或者是命令，所以老师现在给你们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颁布，我们一般会加上这些东西。好，老师写给你哦。好，颁布呢，我们一般会加上政策，颁布政策，政策就是 policy。我们一般用颁布的时候，后面会加上政策，颁布政策。第二个，法律，法律 law， 我们常常会说颁布法律，颁布法律，法律 issue a law， 颁布法律。第三个，措施，措施 a major， 我们常常说颁布措施，把它记起来。还有命令 order or decree， 命令，颁布命令。所以各位同学，颁布的后面常常会看到这一些词汇，政策、法律、措施，还有命令。好，把它记起来，非常重要哦。好，那这三个词汇都比较难，因为这是 HSK 7到9级的，所以你可能没有看过这些词汇，非常难。但是我们是很常用的，这些词汇是很常用的哦。好，记起来哦，政策 policy， 政策，法律 law， 措施 major， 命令 order， 颁布命令，颁布政策，颁布法律，颁布措施。好，那各位同学，所以呢，特别注意颁布的用法。颁布的意思就是正式宣布 ，officially declare， officially announce。通常是政府会正式宣布，或学校正式宣布都可以，公司正式宣布都可以哦。所以我们常常用的主语是政府、公司或者是学校都可以。好，并执行，并就是 and， 执行就是 enforce， 去做的意思。我们说正式宣布并且去做这样的法律措施哦。好，我们看一下例句。上星期，我国颁布了新宪法。上星期，我国颁布了新宪法。上星期是 last week， 这个你们都知道。我国 means our country or my country， 我国 my country 就是我的国家的意思哦。我国就是我的国家。颁布了 issue， 正式宣布了新宪法。那颁布一般是还要执行，正式宣布并且去做，并且去执行。所以颁布了新宪法，宪法 constitution， 宪法。好 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好，宪法就是国家的最重要的法律 ，the most important laws in a country， 这个就是宪法 ，the most important laws in a country， this is constitution。好，宪法 constitution。哇，今天的词汇都很难，对不对？今天的词汇是很难的哦，所以你们要把它学起来。好的，公布，Yusuke， 颁布比公布更正式。
颁布一般会有一个 ceremony 哦，颁布一般会有一个 officially ceremony 哦，颁布是非常正式的，公布只是你讲出去而已。颁布的话非常正式，一般是像总统颁布，或者是市长颁布、校长颁布，颁布是非常正式的哦，非常正式的。好，宣布一样没有那么正式，谁都可以宣布啊，老师也可以宣布啊，理查老师也可以宣布啊，但是颁布一定是非常正式的，可能是一个国家、一间学校，或者是公司，通常是国家，非常非常正式的，颁布是很正式的一个用词哦。好 ，OK， 很难，对不对哦？好，真的很难。好 ，OK， 宪法就是 Constitution。好 ，OK， 颁布是非常正式的字哦，所以我们说正式宣布，并且执行，所以它比宣布还要正式哦。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语法。好，颁布的语法非常简单，我们呢只要主语加上颁布，颁布就是正式宣布这个法律，正式宣布这个措施。好，所以后面我们会加政策 policy、法律 law、措施 measure、命令 order。好，颁布。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题目：公司，公司 company， 一项，一项。好，各位，项是我们的 major word 哦，一项规定 actually。一项规定 ，OK，one rule。好，规定，规定 rule， 颁布了，颁布了，新的，新的。好，各位同学，你可不可以告诉老师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好。这个永祥跟发布也是不一样，颁布一定是很正式的啦，哦，颁布基本上大概就是国家的，国家在颁布一件事情，或者是公司，或者是学校，哦，好，发布比较没有那么正式，好，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Malik 的答案，公司颁布了一项新的规定，非常好。这个词虽然很难，但是句子其实是很简单的哦。好，裴静说，公司颁布了一项新的规定，规定是要用颁布的哦，用颁布的。好，佳佳说，公司颁布了一项新的规定，答对了，很好。好，各位同学，你不要觉得这个词很难，你就不想学了，不可以，这个词是很难。不过它的语法是很简单的哦，所以你知道一下它的意思就可以了。好，那么这个子璇说，公司颁布了一项新的规定。好，那我们看一下公司的规定是什么？公司的规定就是好，各位同学，你们看到中文有就是英文的 that is 哦，就是英文的 that is， 就是什么呢？公司的新规定是什么呢？哦，就是 that is 就是什么呢？哦，周一不用开视讯会议。好，周一不用开视讯会议。好，视讯会议就是 con call， 就是我们用那个 camera 有没有？像这样子，这个叫视讯会议。像这样的就是视讯会议，哦，视讯会议。好，那公司的新规定是什么呢？公司颁布的新规定是什么呢？哦 that is 就是周一不用开视讯会议。OK，we needn't have a com call on Mondays。OK， 好。哦，对，应该用视频会议会好一点，因为中国是用视频会议。我们台湾是用视讯，用视频好了。来，
在这个大陆说的是视频会议视频会议。我们在台湾说视讯在大陆说视频，好，都可以啦如果你在中国，你就用视频会议；你在台湾，你就说视讯会议好，了解了。好，所以各位同学，颁布规定、颁布法律、颁布政策，所以颁布会是一个非常 formal 的一个词very formal 的一个用词。好，重要的东西，颁布，对，颁布一般是非常，你会颁布很重要的东西那你宣布只是 announce。Okay, you may announce a message only. Okay, but when you use 颁布 it is very formal. 颁布政策、法律、措施或命令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句子。好 ，once again, 颁布 is a very formal phrase. OK, 那我们这里呢，刚刚是公司颁布，现在是政府颁布了。所以颁布一定是政府或公司或学校比较大的一个 organization 才有办法去颁布。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政策 policy 政策，政府 government 政府了颁布重大的，OK, 重大的 means important, like big and important. OK, big and important. 好，重大的就是 big and important. 好，各位同学，这题答案是什么呢？好，我们要先找主语然后再加上颁布。好，告诉老师你的答案。好 ，Sally 说政府很好。政府是我们的 subject， 颁布了 ，very good， 颁布了 is the verb。好，再来呢，重大的，好 ，important policy，right？ 重大的 important and big policy， 好，重大的政策 important policy。好，那菲尼说政府颁布了重大的政策 ，good， 很好。好，晋慧说，政府颁布了重大的政策来抑制物价。好，各位同学，我们看后面的句子，来 means like come or in order to， 抑制就是 like control， 控制物价的意思。物价就是commodity price， 就是物品的价格，商品的价格就是物价。商品或物品的价格，物价，所以政府颁布了重大的政策来抑制物价。好 ，OK， 所以各位同学你会发现颁布这个词是非常非常正式 ，very very formal， and usually we will say 颁布政策，颁布法律。颁布措施，颁布命令 ，OK， 好，了解了好，抑制物价就是控制物价的意思 ，control， 控制 ，you can say 抑制，控制物价，commodity price， 好，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的词汇会很难所以你们要稍微好好学习。好好学习，严肃也不是严肃啦，是正式，是个很正式的词语很正式的词语。好的，了解了。那你们知道怎么用？以后看到新闻，通常看到颁布是会在像 TV News， 在电视新闻上比较容易看到这样的词汇 ，or newspaper， 在报纸比较常看到这样的词汇。好，没有问题，我们往下看。第64个词汇叫颁发，颁发
好，各位同学，颁发跟刚刚的颁布有什么不同？你们知道吗？很不同。好，老师告诉你哪里不同，好不好？我们如果说颁布，一定是颁布一个 law， 一个 policy。颁发呢？颁发绝对不是加 law or policy。颁发要像老师这样子，来，老师颁发给米磊 the prize。颁发一定是加上 prize。来，这个 trophy or trophy 奖杯，这个奖杯我要颁发给米磊，米磊同学得到第一名，这个奖品颁发给米磊，这个叫颁发。颁发就是你可以颁发什么 trophy 奖杯 or prize 奖品，或者是 certificate 你可以颁发证书，也可以颁发证书。所以各位同学，颁发老师告诉你会颁发什么哦？一般我们会颁发的是来，非常重要哦。各位同学，颁发不是接法律，也不是接政策了。颁发我们要说颁发奖品。恭喜英环同学得到第一名，理查老师要颁发奖品 prize。恭喜这个佩佩猪得到第一名，老师要颁发证书 certificate 给佩佩猪，颁发证书给佩佩猪。好，我要恭喜 Yusuke 得到了这个奥林匹克奥运会冠军，老师颁发 trophy 奖杯给 Yusuke， 这个都是颁发奖杯。好，或学位都可以哦。所以颁发一定是像这样 trophy、prize or certificate 证书，这些都是用颁发，不一样哦。好，对，颁布就是正式宣布，正式宣布一定是宣布一个 law， 宣布一个 policy， 你不可能宣布我要宣布奖品，好奇怪哦。不是颁布奖品，对不对？我们不会说颁布奖品，不会，一定是颁发奖品。各位同学，颁发就是这样子，颁发给你，这个是颁发。如果是颁布是这样，就是 announce，宣布一件事情。颁发是，哇，这个给你，颁发一定会给别人东西，颁发一定会给别人东西，Yeah, that's right. 颁发比较像 give awards, offer an award， 这个叫颁发，一定会给奖品，给好的东西就对了。奖品、奖杯，或者是证书 certificate， 这个都可以用颁发。所以颁发一定会有一个人，然后有一个人是给的，有一个人是拿的。谢谢理查老师颁发证书给我。所以颁发一定有人会给你东西哦，颁发一定会有人给你东西 ，give an award to someone。好，对，老师颁发奖品给阿能，没有错，一定会有一个人颁发东西给另一个人。哦，好，了解了，可以啊，颁发1000块可以啊，理查老师颁发1000块 $1000 给阿能，可以颁发奖品，钱也是奖品，对不对？钱也是奖品啊，可以的。颁发递给，送缴，给的意思，不过一定是给奖品、给奖励、给证书，一定是这些东西哦，不是只有递给一般的东西。一定是递给像奖品、奖杯、证书这样的东西才叫颁发，才叫颁发。好 ，OK， 有没有问题？好，奥运会的在奥运会，佩佩猪得到游泳的第一名，理查老师颁给佩佩猪奖杯。好，老师等一下会告诉你们怎么用哦。好，来，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颁发是 to award, to present. Present what? A prize, a certificate. 奖品或证书，我们就可以用颁发。好，颁发的意思就是公开给予 ，officially give someone an award. Officially or publicly give someone an award. 这个叫做颁发。哦，公开给予、授予，公开给予、授予，这个就是颁发。哦，颁发。好，这个就是颁发了，给一个 trophy 哦，给一个 trophy。好，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example。公司颁发什么奖品 prize 给谁？给优秀员工。优秀 means excellent， 这个词很棒，优秀就是 wow excellent 哦。员工 workers employees， 公司颁发奖品给这边的给是 to 的意思 ，OK to someone 给就是 to 的意思，给优秀员工 excellent employees 哦，公司颁发奖品给优秀员工。好，了解了吗？可以哦，好，charity 不是 charity 的意思哦，颁发不是 charity 的意思哦。好，中国颁发了 HSK 第6级的证书给我，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哦。好，校长颁发毕业证书给毕业的学生，很好。裴静这个句子很棒，校长颁发毕业证书 certificate 给毕业的学生，很好。奖励。对，奖励也可以颁发奖励也可以，颁发毕业证书也可以哦，可以的，没问题。好，颁发生日礼物不会，不会这样说，因为颁发是 officially and in public 公开的，而且是正式的。通常你给别人正式礼物，通常你给朋友生日礼物，你就给他就好了。你不会在一个正式的地方说，来，我颁给你。颁发是在一个正式的地方，你拿这个奖品奖励，特别是这种奖杯给别人。所以颁发不是给哦，它是公开的地方拿。校长、老师、公司颁发一个奖品哦。我们不会说颁发生日礼物，好奇怪，不会哦。因为生日礼物你给他就好了，不需要颁发。颁发是要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在一个正式的场合，你拿这个 trophy 给别人哦。好，这个才是颁发，不是随便给你就是颁发哦，不是哦。好，颁发一定是在一个正式的地方颁发的哦。好，看一下，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语法。颁发这个字是动词哦，动词。好，主语加上颁发，我们通常会颁发奖品、证书或学位 （prize, certificate or degree）。好，如果你要颁发给谁，你要说给 someone， 好不好？在这个后面加上给 someone。OK， 给 someone， 记得用给，好不好？一定要记得给。好，那各位同学，为什么说不能说颁发生日礼物？因为颁发要在这种地方，要在这种公开的正式的地方，然后拿东西，颁发奖品、颁发证书给别人，一定要像这样，在一个 very formal occasion， 要在一个正式的地方才可以的。不是随便的地方都可以颁发哦，颁发是在正式的地方、正式的场合拿奖品、证书、奖杯给别人，这个才是颁发哦。好，我们来看一下题目：校长给
毕业生，毕业生 graduates， 毕业生就是 graduate student。颁发，颁发，证书，证书。好，答案是什么？请告诉老师。好，我们的华山同学说，校长颁发证书给毕业生。Very good。好 ，so finish。校长颁发证书给毕业生，那一定是在一个 very formal occasion。OK。好，米磊说，校长颁发证书给毕业生。好。颁发赏钱，什么叫赏钱？我们不会这样说宋角不会这样说，颁发赏钱，好奇怪。好，这个子璇说，校长颁发证书给毕业生，很好。娟娟，校长颁发证书给毕业生 ，perfect， 很好。好，都会了哦。好，你们都答对了。所以各位同学，颁发不是颁发生日礼物。你不可能在这个场合颁发生日礼物，对不对 ？It's impossible, right? It's impossible to like give birthday presents here, right? 所以颁发一定是在一个 formal occasion， 然后有一个人哇拿一个奖杯、证书 or 奖品给你哦。好，各位同学听得懂吗？听得懂哦。好，我男朋友在求婚的时候颁发，不行，不可以，你这个不能是颁发，颁发一定是像那种各位同学像校长、总统、老板给你东西，颁发一个奖品哦。小虾鸡，戒指不是奖品啊，戒指是你的男朋友给你的戒指，它不是奖品，这是一个 wedding symbol. It's not a prize. It's a wedding symbol. So we cannot say 颁发戒指 ，so weird， 好奇怪。好，校长给毕业生颁发证书，可以，这样也可以，也可以的，也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啊。好。理查老师得到10万订阅后，好，佩佩猪不用加人了哦。理查老师得到10万订阅后 ，YouTube 颁发奖杯给他，很好。佩佩猪这个句子很棒哦。好，校长颁发证书给毕业生，老板颁发给员工经理的职位。Dana， 我们职位不会用颁发。颁发一般是用在有 certificate or prize 上面，职位比较不会，学位可以，职位不行，因为学位会有一个 certificate， 学位会有一个 certificate， 所以学位可以，职位一般是不行的哦。好，各位同学有没有问题？校长颁发奖学金给好学生，给好学生。3好学生是什么？给好学生给好学生。好的，各位同学听得懂吗？听得懂哦。好，春娇，我们不说毕业学生，我们说毕业生就可以了，不会说毕业学生哦。我们说毕业生毕业生。你想要颁发的证书？阿能，我们不会这样说。你想要毕业证书的话，好。我们经常说给谁做什么东西，但是不能说给谁颁发什么东西。给我看看哦。校长给毕业生颁发证书，可以啦。裴静也可以啦，你也可以说校长给毕业生颁发证书，也可以，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也可以。3好学生我真的不晓得是什么。好，语言学院颁发 HSK 证书给我，可以，没有问题，可以的可以。好
OK， 那我们再做一题好了哦，再做一题，你们会比较熟悉。来，我们再做一题哦。好，好，第一个学校，学校，奖学金，奖学金 ，scholarship， 颁发，颁发，邀请，邀请，市长，市长，邀请就是 invite 邀请某人，市长就是 mayor。好，这题各位同学知道答案吗？告诉我。哦，三好学生呢？哦，这可能是大陆的说法，我没有听过。三好，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很好。好，各位同学，这题会不会啊？有一点难哦。这题有一点难哦。好，那我们要先找主语。我们看一下英文哦。主语就是学校。学校。来，学校，然后我们要找邀请，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英文。你们看一下英文再来回答它。看一下英文再来回答这题。有时可以说学校邀请市长颁发奖学金，很好。好的，这个还有谁 ？Sophie 说学校邀请市长 ，The school invited the mayor。学校邀请市长颁发奖学金，很好 ，Sophie 也答对了。好，佩佩猪，学校邀请 invite 邀请市长颁发奖学金，很好。宋平，学校邀请市长颁发奖学金，很好。伊德也是学校邀请市长，不是办法哦，是颁发奖学金 ，very good。好，我想没有什么问题了。各位同学，你们要记得，颁发是颁发 prize 奖品 or certificate 证书。刚刚第一个教的颁布是颁布政策 policy 或者是法律 laws 所以颁发跟颁布接的 object 是不一样的。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下一个词汇，第65个词汇叫颁奖。老师怎么都是颁呢？好难哦！各位同学，颁奖是最简单的，因为颁奖就是颁发奖品，颁发奖品。各位同学，颁奖很简单，就是颁发奖品这个奖就是 object 好，所以颁奖就是 to award a prize, to award a trophy。那奖已经是 object， 所以呢，各位同学，我们用颁奖的时候，后面就不用再加上 object， 后面不需要再加上宾语了。所以我们会说颁发奖品，我们不要说颁奖奖品，不要了，因为奖已经是 object， 奖已经是 object， 所以你不需要再加另外一个 object。So no object after 颁奖 ，no more object after 颁奖。所以你不要说颁奖奖品，不要这样说我们要说颁发奖品，颁奖颁 verb 奖 object，OK， 颁奖 verb。听得懂吗？颁奖就是颁发奖品的意思啦颁奖就是颁发奖品的意思。好，那各位同学，总统出席了会议，并颁奖给军人。总统出席了会议，并颁奖给军人。好，颁奖就是颁发奖品，所以你也可以说总统出席了会议，并颁发奖品给军人，也可以。所以颁奖就是颁发奖品的意思好，总统就是 president， 出席就是 attend a meeting, attend an activity， 出席。好，
出席就是有一点参加的意思啊，会议 meeting or conference， 并是 and 哦 and。好，颁奖，颁发奖品啊，给谁一样，我们用给，这边的给是 to 的意思 ，to the soldiers， 军人 soldiers 啊，军人是 soldier。好，总统出席了会议，并颁奖给军人。OK， 所以颁奖就是 give awards to someone 哦，颁奖的意思。颁奖军人不可以，一定要加给。Dana 问说，老师可不可以说颁奖军人？不可以，我们一定要加上一个给字哦，一定要加上一个 to。英文也是嘛，我们要加上个 to，give a word to，right？ 中文也是，中文也要加上一个给，所以你不能说颁奖军人，要说颁奖给军人哦，颁奖给军人哦。好，颁奖等于给军人颁一次奖啊，不会说的那么复杂安瑞，我们就说颁奖给军人哦。我们不会说给军人颁一次奖，不会讲的那么复杂哦，不会。出席等于参加，差不多的意思啊，差不多的意思。不过出席比较 formal， 出席比较 formal 一点，比较正式一点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语法。我们的语法非常非常简单，主语加上颁奖给，一定要加上给，好不好？各位同学，这边的给是 to 的意思。一定要加哦，一定要加主语颁奖给 object 哦，好，很简单，这个语法很简单。来，第一个评委，评委 jury， 评委就是这个，你们有看过那个中国的这个中国好声音，对不对？那这些人就是评委哦，你也可以叫他评审或评委。哦，这些人就是评委或评审。你们有看《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对不对？你们会看到很多评委或评审啊，我们也可以说评审。你们应该有看过吧？有的人呐，好喜欢看那个《中国好声音》这样的节目，大家唱歌。那评委或评审呢，就会打叉或打圈，看他有没有通过比赛啊，看他有没有通过比赛。好，这个我们就是 jury， 中文我们可以说评委或评审都可以哦。好 ，OK， 评委或评审。好，那这个第二个是给，第三个参赛者 participant， 参赛者，参赛者就是参加比赛的人，参赛者就是参加比赛的人。颁奖，颁奖，获胜的，获胜的 ，like winning， 获胜的。好，各位同学，答案是什么呀？知道答案吗？阿能说，评委颁奖给，颁奖给获胜的参赛者 ，winning participant，winning participant 就是得到胜利的参赛者。哦，得到胜利的参赛者，赢了的参赛者哦。好，这个佳佳说，评委颁奖给获胜的参赛者，很好。Dana， 评委颁奖给获胜的参赛者。好，你也可以说评委颁发奖品，也可以，评委颁发奖品给获胜的参赛者，也可以哦。好，好的，那你们都答对了，没有什么问题哦。好，这题的答案我再念一次：评委颁奖给获胜的 winning 参赛者 winning participant 啊，获胜的参赛者。好，了解了，获胜的就是得到胜利的人啊，得到胜利的人啊。好，了解。OK， 没问题哦。那我们讲到颁奖呢，还有一个词汇非常重要，你们一定要学起来。这个词汇就是颁奖典礼。颁奖典礼哦，这个很常听到，对不对？
颁奖典礼就是 award ceremony。award ceremony。那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美国的奥斯卡颁奖典礼，这个很常听到，对不对？美国的奥斯卡颁奖典礼 ，the Oscars， the Oscars，award ceremony， 奥斯卡颁奖典礼。所以颁奖有一个词汇非常重要，叫颁奖典礼。典礼就是 ceremony，典礼就是 ceremony。奥斯卡颁奖典礼 ，OK，the Oscars。好 ，OK， 了解了哦。颁奖典礼这个词我们蛮常用的，你可以把它记起来。颁奖典礼，对，获胜的就是赢的哦，获胜的就是赢的，没有问题哦，没有问题。评委是什么意思啊？宋角，你没有看《中国好声音》吗？评委就是这些人呢、这些人就是评委啊。这个《中国好声音》不是有人会唱歌吗？歌唱完之后，这一些人叫评委，他会给比赛的人，你唱的不好，叉叉，你唱的很好，给你圈圈。这些人给你叉叉，给你圈圈的，就是评委，你也可以叫他评审。宋角知道了吗？你有看《中国好声音》吧？这些人就是评委评委。好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好，各位同学有没有问题？听得懂吗？今天的词汇比较难今天的词汇比较难，听得懂哦？听得懂了？好，那么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习到3个词汇，各位同学你们还记得是哪3个词汇吗？第一个词汇叫做颁布。颁布，各位同学，请你们告诉我，颁布会接什么呢？颁布会接的就是法律 laws， 政策 policies， 还有命令 order， 颁布命令，颁布规定，颁布法律。第二个我们学习到的叫颁发，颁发跟颁布是不一样的，颁发要这样。恭喜佩佩猪得到第1名，老师要颁发奖品给佩佩猪，颁发奖杯，给佩佩猪。好，颁发证书 certificate， 颁发证书给佩佩猪。好，所以颁发就是像这样子，奖杯、奖品 or 证书好，第3个叫颁奖。颁奖就是颁发奖品的意思颁发奖品。好，没有什么问题吧？那我们来考试咯今天的词汇比较难好，第一题，公司了一项规定，禁止穿拖鞋上班。好，公司 the company 一项规定。A rule, a regulation， 禁止，不可以的意思。禁止就是不可以，不可以做什么事情叫禁止穿拖鞋，各位同学，什么叫拖鞋？拖鞋就是这个，知道吧 ？Slipper， slippers， 拖鞋拖鞋。好，禁止穿拖鞋上班。那我们看到规定，应该要说颁发规定，还是颁奖规定，还是颁布规定呢？应该要用哪一个呢？颁布，很好，颁布，很好，各位同学。所以现在你知道怎么用了。当你看到法律、规定、政策这样的 object 的时候，请你用的是颁布，好不好？用的是颁布颁布。好。可以吧？我们答案选3，颁布。好，公司颁布了一项规定，禁止穿拖鞋上班。好，颁布比较好用颁布。好，第2题 ，Question number 2，
这次的典礼，他得了最佳男主角。好，在台湾我们会说男主角了哦，在台湾我们说男主角，在大陆，在中国会念男主角哦，男主角。好，这次叫 this time， 这次的典礼，他得了 he's got， 得了就是 obtain got has got， 最佳 the best， 男主角 leading actor， 他得了最佳男主角 the best leading actor。 好，那是什么典礼啊？是什么典礼？是颁发典礼吗？还是颁奖典礼？还是颁布典礼呢？那老师刚刚是不是说有一个词汇一定要记起来的是什么典礼啊？你们还记得吗？好，裴静说颁奖典礼哦 ，award ceremony，very good。丹旭说颁奖典礼。好，利亚说颁奖典礼。理查老师刚刚是不是说了，我们要说 award ceremony， 要说颁奖典礼哦，颁奖典礼很重要。好，这次的颁发典礼，哦，你写错了啊，不是颁发典礼。好，看 Sophinet， 这次的颁奖典礼，他得了最佳男主角，很好，没有问题。好，颁奖典礼啊，好，了解了，好，改了，改过来了，颁奖典礼，很好。第三题 ，Number 3， 我们邀请胡医师来这次的奖品，我们 we 邀请 invite 胡医师 Dr. 胡来这次的奖品。好，那我们这题要选什么答案呢？邀请就是 invite 哦。好，胡医师，医师是 Dr. 胡来。那各位同学，我们的 object 很重要。现在的 object 是奖品，所以呢，我们要说颁发奖品还是颁奖奖品 ？Absolutely not， 绝对不能说颁奖奖品，因为奖已经是 object， 对不对？颁布奖品还是颁发奖品，哪一个对呢？告诉老师吧。好，丹旭说，老师当然是颁发奖品咯，颁发奖品。宋平说，老师当然是颁发奖品嘛，很好。阿能，我们邀请胡医师来颁发这次的奖品，很好，颁发奖品哦，颁发证书也可以。好，颁发奖品。好，各位同学听得懂吗？我们今天学的3个词汇呢，基本上呢都跟宾语有关系哦，所以你在这个使用这些字的时候，因为它们长得很像 ，they look alike， 它们实在长得太像了，所以你必须要用宾语，记得它的宾语。颁布的宾语是法律、命令、政策、规定，这个时候就请你用颁布。颁发的宾语 object 是奖杯 trophy， 奖品 prize， 证书 certificate， 你就会用颁发。颁奖 No need to add any objects， 不用加宾语，因为奖就是宾语了，了解吗？所以这3个词汇，你都是要通过宾语去分辨它们，透过宾语来看看哪一个词汇比较适合，了解吗？听得懂？好，各位同学听懂了吗？如果听不懂，你就写不懂；听得懂就说懂了。告诉我懂不懂？听懂了吗？老师再说一次，这3个词汇非常的像，
所以你必须通过宾语来去分辨它们。颁布的宾语是法律 law， 政策 policy， 规定 rule， 等等等。颁发的宾语是 certificate 证书，奖品 prize， 奖杯 trophy。颁奖的宾语，颁奖不需要宾语，因为奖就是宾语了，你就不需要再加别的宾语了。所以这三个词你要会用，你就必须了解它要接什么宾语，那么你就会用了，好不好？好，懂了，太好了，都听懂了哦。好，因为这三个词比较难，所以老师就告诉你，你就透过宾语去分辨哪个词比较适合哦。因为这三个词都非常难，而且很像哦。好，了解了，好的，没问题。好，那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课程，今天的课程好难哦 ，so difficult。那如果你懂了，而且你喜欢，请你点赞，帮老师点赞，好不好？然后呢 ，comment， 有什么想法 comment。那老师今天晚上有上一个新的视频，就是黄娜的故事。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帮老师按赞，帮老师 comment， 好不好 ？OK， 好，那我们明天见。明天理查老师要教你们成语，好不好？明天教 Chinese idioms， 明天我们来上成语。那我们明天见。哎呀，理查老师好累哦，要去睡觉了。I had to sleep. I need more rest. 老师需要睡觉，好累。好，明天见，各位同学，拜拜。对，要给理查老师颁奖，对不对？永祥说我们应该给理查老师颁奖，要颁发最佳老师奖。好，永祥，你只要说最佳老师奖就可以了。应该颁给理查老师最佳老师奖。好，谢谢大家。好，拜拜。